在遊戲裡，他是 CQB 防區的拆遷大隊長，20發彈鼓一摟到底，能把敵人壓得連頭都抬不起來。貼臉近戰更是堪稱众生平等。可一到現實戰場，美軍看了他直搖頭，特種兵見了他繞道走，甚至連軍隊的採購清單他都擠不進去。聽起來是不是很離譜？明明擁有一身裝備堪比外掛，射速快到令人窒息，後坐力低到甚至不存在。本該是統治戰場的收割機，結果卻混成了軍火界最大的反面教材。這種極端的反差簡直比電影劇本還要魔幻。那就是 AA-12 全自動霰彈槍。到底是 AA-12 的設計真的不堪入目，還是美國軍方的需求太過刁難苛刻？這把讓設計師輸光家產，讓廠商熬到瀕臨倒閉的噴子，到底有沒有真本事？今天火力軍就為大家扒一扒 AA-12 全自動霰彈槍的魔幻槍聲。AA-12 的故事得從1972年說起。這一年，美國有個叫麥克斯韋·阿奇森的槍械設計師，他發現傳統霰彈槍雖然近距離威力大，但只能單發或者半自動發射，火力持續性非常差。而步槍雖然能全自動發射，但近距離的破壞力又不夠。於是他琢磨着能不能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搞一把能全自動射擊的霰彈槍。要知道，霰彈槍的後坐力可不是鬧着玩的，就算是經驗豐富的老手，用半自動霰彈槍射擊，都得雙手握穩頂住肩膀，更別說全自動的了。要是後坐力控制不住，那不僅打不準目標，還可能傷着自己。可阿奇森偏不信邪，沒有足夠的資金研發新部件，那他就地取材，槍托和護木直接拆 M16步槍的，激發機構直接用勃朗寧 M1918 輕機槍的，甚至連一些小零件都是從其他槍械上拆下來的。就这麼拼湊了幾個月，阿奇森終於造出了 AA-12 的原型槍阿奇森突擊霰彈槍。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阿奇森本以為這把槍會是槍械界的黑馬，能得到軍方的青睞，可現實卻給了他狠狠一擊。由於當時的設計還不夠成熟，這把原型槍存在很多問題。首先就是後坐力太大，普通人根本沒法控制，而且重量也超標，32發滿彈彈鼓重達 7.3 公斤。更要命的是，它還經常出現卡殼、抛殼故障，再加上當時美軍已經有了 M16 步槍和 M870 霰彈槍，對全自動霰彈槍的需求並不迫切，所以根本沒人願意買阿奇森的原型槍。着急的阿奇森跑遍了各大軍火公司，每次都滿懷希望地展示自己的設計，最後卻都被拒絕。折騰了多年，還是沒人願意接手。這些年裡，阿奇森不僅花光了所有積蓄，還欠了不少債。迫於生計，他不得不將 AA-12 的專利賣給了田納西州的 MPS 公司。千里馬常有，伯樂卻難尋，阿奇森的創業夢就此破碎，屬實讓人唏噓。不過，你以為這就完了？這才哪兒到哪兒，好戲才剛剛開始。要知道，作為買下了 AA-12 專利的 MPS 公司的創始人傑瑞·巴伯是個對槍械很痴迷的人，他一眼就看出了阿奇森原型槍的潛力。他相信只要好好改進，這把槍就一定能成功。於是巴伯組建了專門的研發團隊，還聘請了德國機械師科尼爾斯負責技術攻關。科尼爾斯是個技術狂人，他拿到原始藍圖後，發現這把槍的問題比想象中還多，幾乎要推倒重來。就這樣 MPS 公司一折騰就是18年。這18年間，科尼爾斯對原始藍圖進行了188處改進，小到一個彈簧的材質，大到整個動作原理都進行了重新設計。其中最關鍵的改進就是把原來的预點火自由槍機改成了導氣式操作和閉鎖式槍機，因為導气式系統能更精確地控制火藥燃气的能量，從而減少後坐力，而閉鎖式槍機則能提高射擊的安全性和可靠性。MPS 公司還宣稱，改進後的 AA-12 發射時，約 80% 的後坐力會被專用氣體系統吸收，附近彈簧再吸收 10%， 最終傳到射手肩上的後坐力只有普通12號彈藥的 10%，甚至比半自動的霰彈槍還溫柔。為了驗證這個說法，他們還找了很多普通人測試，結果顯示，即使是沒有射擊經驗的人，也能輕鬆控制 AA-12 進行全自動射擊。為了提高耐用性， AA-12 不僅大量採用了不鏽鋼和高衝擊塑料材質，還設計了防積灰間隙，號稱射擊1萬發都不用清洗，堪稱懶人福音。MPS 公司甚至還給 AA-12 搭配了 FRAG-12 高爆彈藥，這種彈藥採用尾翼穩定設計，能夠在中距離保持精度，還能穿透6毫米厚的冷軋鋼板，有效殺傷半徑達到2米，讓 AA-12 的最大射程從100米延伸到了200米，戰術價值大大提升。
MPS 公司覺得經過這麼多改進 ，A12 肯定能得到軍方的認可。可令人唏噓的是，即便做了這麼多努力 ，A12 還是叫好不叫座。2004年 ，MPS 公司制造了10支樣槍，向美國海軍陸戰隊展示。於是，海軍陸戰隊對它進行了一系列測試，在沙漠、叢林、雪地等不同環境下射擊，測試它的可靠性；用不同類型的彈藥射擊，測試它的兼容性；甚至還模擬了 CQB 反恐等任務，測試它的實戰性能。結果顯示 ，A12 雖然在火力和後坐力控制上表現不錯，但之前提到的重量、成本和彈药兼容性問題仍然沒解決。最後，海軍陸戰隊還是決定不採納它，理由是不符合部隊的作戰需求。忙活了18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A12 最後還是没能打開市場。有內部人員透露，那段時间 MPS 公司的资金鏈差點中斷，要是再沒有訂单，就只能破產了。然而，誰能想到，現實中的烫手山芋却成了遊戲裡的近戰之神。在游戏世界裡 ，A12 終於迎來了屬於它的榮光。玩過《使命召喚》、《逃離塔科夫》這類遊戲的朋友，一定對 JK12 這款槍不陌生。但你可能不知道，遊戲裡的 JK12 其實就是現實中的 A12。要知道，在那些老玩家刻進 DNA 的游戏场景裡 ，JK12 憑借爆表的火力和騷氣的外觀，成了无數玩家的夢中情槍。而且这些熱門遊戲裡 ，JK12 都被設定成了近戰神器，貼臉一槍一個，彈鼓容量大，後坐力還低，簡直是新手的吃雞利器。就拿《使命召喚：現代戰爭》來說，當你在 Shipment 這種小地圖裡剛從復活點爬起來，就看見對面有人端着 JK12 衝過來，密密麻麻的霰彈瞬間把你籠罩，你的槍還沒掏出來就直接光荣殉職了，那種絕望感你是不是至今還記得？還有逃離塔科夫裡的 A12， 搭配獨頭彈後，在海關宿舍樓、工廠這類密閉空間裡，那簡直就是一哥級別的存在，哪怕對面穿着3級甲，也扛不住你2發子彈，閉着眼睛掃都能帶走一片。不僅是遊戲 ，A12 在影視圈同樣也是大場面擔當。還記得電影《鐵血戰士》裡他亮相的場景嗎？主角拿着 A12 對着外星怪物瘋狂射擊，槍口噴出的火舌配合密集的彈雨，再加上怪物被擊中後倒地的畫面，看得無數觀眾熱血沸騰。那麼為什麼 A12 能夠在遊戲裡封神的槍，到了現實中卻連軍隊的採購清單都擠不進去？難道是這些軍方都看走眼了？別着急，我們接着往下聊。其實 A12 最大的問題就是彈藥兼容性太差。要知道，軍用霰彈槍可不只是用來殺人的，它還有很多其他用途，比如破門、驅散人群、抓俘虜。所以軍方需要霰彈槍能發射各種特殊彈藥，比如破門彈、橡胶彈、豆袋彈。然而 A12 卻特別挑彈藥，它設計的時候就是針對高動能標準霰彈的，只有用這些彈藥才能推動槍機完成循環。如果它用了低動能的特殊彈藥，要麼卡殼，要麼拋殼。你想啊，士兵拿着 A12 去破門，結果子彈打出去了，槍卻卡殼了。敵人聽到動靜衝出來，這不就是送人頭嗎？或者用橡膠彈驅散人群，槍突然卡殼，暴徒衝上來搶槍，這後果不堪設想。反觀傳統的泵動式霰彈槍，比如美軍常用的莫斯伯格 590A1 就沒這個問題，因為泵動式是手動操作的，不管是高能彈的陸彈還是低能彈的橡膠彈，只要能塞進槍膛，拉一下槍機就能發射，根本不挑梁。而且軍方選武器首先看的就是可靠性，在戰場上，一把能隨時打響的槍比一把时灵时不灵的槍重要多了。其次是重量和机动性的問題。咱們之前說過 ，A12 空槍就 5.2 公斤，裝滿32發彈鼓更是重達 7.3 公斤。這是什麼概念？美軍现役莫斯伯格 590A1 空槍也才 3.3 公斤，比 A12 空槍還輕了近2公斤。現代戰爭講究的就是輕量化和高機動性，士兵們要隨身攜帶的裝備總重量已經不輕了，再加上一把7公斤重的霰彈槍，那行軍的時候能累得半死，更別說在任務中快速移動了。有個美軍士兵在測試完 A12 後吐槽說，這槍確實穩，但扛着它跑100米我就喘得不行，更別說跟着小隊衝鋒了。更讓人受不了的是它的成本，一把 A12 的售價高達3-4千美元，而莫斯伯格 590A1 也才500-600美元，連它的零头都不到。軍方採購武器可不是買玩具，還得考慮性價比。買一把 A12 的錢能買5-6把莫斯伯格 590A1， 而且莫斯伯格 590A1 的可靠性還更高。你要是軍方負責人，你會選哪個？而且 A12 的後勤成本也高得嚇人。
由于它是專利密集型產品，很多零件都是 MPS 公司獨家生產的，別的廠商沒法代工。一旦零件壞了，只能找 MPS 公司買，不僅貴，還可能要等很久。再加上它的彈藥消耗太快，300發每分鐘的射速，一個20發彈鼓幾秒鐘就打光了。一場戰鬥下來，一個士兵得帶10幾個彈鼓才夠。這不僅增加了士兵的負重，還加重了後勤補給的壓力。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火力過剩。雖然全自動射擊看着過癮，但在實際作戰中，精準度比火力更重要。AA-12雖然後坐力低，但全自動模式下子彈還是會飄，很容易打偏。你想想，要是在解救人質的場景裡，士兵拿着 AA-12開槍，萬一打偏了把人質傷了，那麻煩就大了。而泵動式霰彈槍雖然射速慢，但每一發都能精準控制，更適合這種需要精細操作的任務。也正因如此，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測試完 AA-12後，果斷放棄了列裝計劃。不過話說回來， AA-12也不是完全沒有出路。它的優點雖然在單兵作戰中用不上，但在一些特殊領域還是有潛力的。比如無人防禦系統，有個叫莫爾工業公司的廠商就把雙管 AA-12裝在了無人炮塔上，而這種炮塔可以安裝在軍用車輛或者固定工事或邊境線上，由電腦或遠程操控。而在這種固定平台上，重量和機動性都不是問題，反而能把 AA-12高火力密度的優勢發揮出來。比如用來守衛軍事基地的時候，發現敵人就突突一頓噴，比真人操作還靠譜，而且還不用擔心士兵傷亡。在特種作戰中， AA-12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在快速破障任務中，士兵可以用它發射高火力密度彈藥，在200米外快速摧毀敵人的工事或輕型裝甲車，根本不用靠近目標，安全性更高。不過這種任務畢竟是少數，很難讓軍方大規模採購 AA-12，只能作為特種工具少量裝備。而在民用市場上， AA-12的命運也很坎坷。2018年，無敵者索爾公司看到了 AA-12在民用市场上的潛力，嘗試推出了它的半自動版本，還在2019年的 SHOT 展會上亮相。當時很多槍迷都很期待，覺得終於能擁有這把傳奇霰彈槍了。結果沒過多久，美國爆炸物管理局就下令召回了這些半自動霰彈槍，理由是這些 AA-12實際上具備機槍的功能，不符合民用標準。原來 AA-12半自動版本的內部結構很容易改成全自動，不符合民用武器法規。最後，無敵者索爾公司只能暫停生產，槍迷們想買也買不到，只能在遊戲裡過過手癮。回顧 AA-12的一生，仿佛充滿了遺憾美。它在技術上絕對是里程碑式的存在，完美解決了高動能彈藥全自動射擊的後坐力問題，可以說是小武器工程的一大奇蹟。畢竟在此之前，沒人能讓12號霰彈槍實現無後坐力全自動射擊，更別提讓它發射高爆彈打到200米外了。但遺憾的是，它並沒有成為軍方的最終選擇，最後只能在無人系統和特種任務中偶爾露臉，在民用市場上更是匆匆一線。其實 AA-12的悲劇根源在於它搞錯了方向，它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極致性能上，比如後坐力、火力、射程，卻忽略了軍方最看重的通用性、可靠性和低成本。軍方需要的不是偏科生，而是全能選手。AA-12雖然在某些方面做到了極致，但在這些核心需求上卻掉了鏈子，最後被放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這給所有武器設計師提了個醒：最厲害的武器不一定是最適合戰場的武器，性能參數再漂亮，要是脫離了實戰需求，那也只能是個花架子。就像 AA-12，它能在近距離炸穿裝甲車，能實現幾乎無後坐力的全自動射擊，但這些優點在缺點面前都顯得不值一提。如今的 AA-12更像是一個技術圖騰，它證明了人類在槍械設計上的無限可能，也為後續的武器研發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比如如何更好的平衡性能與實用性，如何設計更可靠的導氣系統。雖然它沒能在戰場上大放異彩，但在電影、遊戲和槍械愛好者的心中，它依然是那個無可替代的近戰之王。好了，關於 AA-12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最後，火力軍想問問屏幕前的你，你覺得未来有沒有可能解決 AA-12的缺陷？這把傳奇霰彈槍還能真正走上戰場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也喜歡今天的內容，別忘了點讚關注。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